欢迎两位哈。主持人好。小片里面你这要说去外地追东西啊，我大概听的是，要不然就异地恋，要不然你就走。我特别想问，你要到外地找什么去？换而言之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因为我刚毕业1年多嘛，我是读会计专业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专业性比较强。我想去外地工作的话，就业竞争力比较大的话，会对我有一个锻炼的作用。所以我想要去外面追寻这一份事业。等我达到一个高度之后，我觉得我有一份稳定收入之后，我可以买我想买的东西，不需要像别人要。就是我要独立。对。男生不想走，是说你要在本地创业了，是吧？对，因为我现在的事业在我当地刚起步，我不可能说把刚起步的东西撒手不管，跟他一个人到外地去再重新开始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觉得是金子在哪里都可以发光发亮，对不对？在哪里都可以靠着自己的本事获得自己的成就，这样子。你们两个是大学同学吗？不是，就是我在当地有找过一份工作，为了考驾照回去那里的。所以在当地找一份工作之后，他那时候刚创业嘛，要过来我们这边申报一个项目，所以就在那时候认识的。是那么认识的。对。谈了多久？差不多1年了。差不多1年了，所以现在这个冲突非常大，是吧？对。他也提到了不行可以异地，你接受吗？我非常珍惜他。我觉得我们的感情还不算太巩固，现阶段是接受不了异地恋，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因为异地恋，最后没有一个好的结果。我个人感觉，对我们的感情以后的发展也不算太好。异地恋。对。女生你在小片里可说不行就异地恋的哈。对啊。也就是说，其实你不担心异地恋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现在科技很发达呀，有时候我们可以微信啊，或者视频聊天，或者打电话。而且如果周六有休假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回来当地见面，对吧？不一定说一定要在当地才能天天见面的，其实异地也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你对这份感情还挺有自信的，就是对于这份感情，你也不怕他变，也不怕你自己变，是这意思吗？不怕。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很体贴的，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很专一的一个人。所以我通过跟他相处和拍拖，我觉得我很信任他，非常非常信任。这很难得哎。我个人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经常做事都丢三落四的。有一次他跟朋友的生日聚会，我跟他说好啊，你去聚会，然后我送你去，完事你回来，我接你回来呗。然后我在路上我再三叮嘱他说不要喝酒聚会不要喝酒，因为我不在嘛。然后他满口答应我说好，但是最后还是喝了酒，喝醉醺醺的回来。我觉得他如果一个人到外地的话，生个病啊，出点什么事情啊，我又不在他身边，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点。对。男生是觉得你不会照顾自己。我其实那次我没有喝醉了，我只是有点少喝的酒，因为朋友聚会嘛，适当的喝了一点。在他过来接我的时候，他就闻到了酒气，他就会开始脾气有点冲了，就觉得其实他认为我喝酒是不对的，但是我认为这样可以交到朋友，而且我会把握这个度的嘛。但是男生的关注点恰恰在，如果你这样去外地的话，我怎么能放心？对，是吧？对。因为我觉得女孩子聚会其实可以尽量避免喝酒。男孩子的话说不喝酒就是不给对方面子而已，女孩子其实说不喝酒也没什么太大关系，对吧？我是这样想的。但是他偏不理解我的意思，就觉得我聚会喝个酒很正常，像个男孩子一样。那你们除了这个东西会闹不开心，还会因为什么事情闹不开心呢？因为我说要去外地发展这个事情嘛，我们其实也产生一点矛盾的。有一次他要出差，我那时候刚在当地找工作也没有找到，就陪他出差了呗。然后本来想去当地放松一下的，然后有一天他出差学习完之后，我就说我们来了几天没有怎么出去外面玩哦，要不我们等一下出去外面玩一下吧，去周边景点看看。然后他很爽快答应了，说 OK 好。然后我们要出去的时候，本来前一秒还很开心的，但是路程有点远，我们想着说要不我们骑一下共享单车吧。然后我就少开共享单车了，但那时候他就没有少开，可能少一辆没有少开，然后接着少了好多辆他都没有少开，然后他就开始脾气有点急了，对我吼啊，对我发脾气了。
对，那次我是跟他发了点小脾气，因为当时出差的话，当地那个压力非常大，闯事业压力很大，然后没有控制住脾气，有跟他发了个小脾气，然后之后我也哄回他了，但是我就想告诉他，自己一个人闯事业的话是多么的辛苦，这过程很心酸，我自己心里面很清楚，我并不想让他自己一个人到外地去承担这些风雨啊，我想替他挡着这些风雨，所以我就不明白他不理解我的意思，非要自己一个人到外地去闯。自己在外地一个人又没有亲戚，又没有朋友，而且他为的这个梦想还是一个未知的梦想。我觉得外面不是说你去到外面就能够获得一个好的成绩的吧？可能或许失败了呢，到最后是吧？但是我觉得起码我去做了吧，但有时候一个人你觉得你要去，你有个目标说想在这个方面发展，你因为担心说我出去外面是未知的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失败，就不去做，但是我又起码我可以成功，对吧？就算我真的失败了，我过程中有很多挫折吧，或者让我很伤心什么的，但我觉得他给了我这个过程，我觉得我体会过，我觉得这个奋斗的这路上真的很辛苦很辛苦，我体会到了，我才会有一种心甘情愿吧。我明白，就是人生我需要历练，你不要告诉我自己想尝试。对。哎，现在还没走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没走，那你们现在在同一个城市，对吧？对。怎么样？平常的感情怎么样？你说你对你们这段感情非常的笃定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哎，我放心他，他也很放心我，因为这个男人很专一，我也很放心我自己，我也是个专一的女生。你们平常交流都好吗？在同一个城市？交流得非常好，我平时上下班他都过来接我的嘛，他偶尔还会给我做蛋糕、做西餐吃，其实很体贴的，就很甜蜜。因为我个人身体素质不是特别好嘛，我也很少去锻炼的，但他因为这个就老是拉着我去健身。还有我们其实沟通都还是蛮好的，但是因为我要出去外地发展这个问题，还是引起了比较多的一个矛盾点吧。引起什么矛盾呢？比如就是好像我在工作的时候吧，我在当地也有工作嘛，我平时就在工作的时候，我没办法立刻回复他的问题的时候，他就会在微信问我你在干嘛，你在干嘛？但有时候我在说我先忙完再找你，但是他还是很关注，想要知道我当时在干嘛。但是做会计嘛，我觉得做一个报表做什么不是关于数字的，它有一定逻辑性。如果打断了，就需要重新再开始去想，我就觉得不喜欢这种感觉。我有时候就忙完了才回复他在干嘛，所以就是因为这个，他也会有埋怨吧，觉得你可以回复我了呀，他就这样跟我说。所以其实也好奇怪啊，就有很多女生其实有这么一个体贴的男朋友，对她又好又关照。不会再想去我一定要那样，因为你又不是没工作，而且男生不是说限定他说在当地不让他工作，对不对？对。他为什么非要走呢？我想男生大概是这个疑惑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非要走呢？因为我们那个城市其实它比较安逸的，它生活区就没有那么大。但对我个人来说，我还是比较对外界比较憧憬的。我觉得我想要受一点压力，可以给我一点锻炼吧。男生其实举了2个例子就是他跟女生发脾气，他们骑共享单车，对，包括女生出去应酬喝酒，对，他认为这都是他不能放心女孩，又是大大咧咧，他不能够放心一个女孩一个人去闯。对，这个不放心里面有关心，同时也有男人的小自私，是吧？也有。你看非常坦诚，可是女孩不在乎这些，女孩会说：“哎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就要享受，你凭什么剥夺我享受苦难也好，或者压力也好的权利？是不是这样？”而且我们俩的情感，我认为你也不会变，我也不会变，所以为什么你不让我去异地的试一试？是这意思吧？对啊。冲突来了，你很坚定吗？改变不了。比如他说分手，你别去了，你还去吗？不会分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很爱他呀，我觉得我们。他会说你异地就分手？这个嘛，我相信他不会跟我分手的。对。会分手啊？不会。他要跟你一定要跟你异地的话，你分不分？我觉得我们可以之间再商量一下。我觉得等我的事业起步有一定的基础以外，我可以追随到他的城市。我觉得我可以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不用现在去闯。对，我觉得他可以再给我们这段感情一段的时间，让我们再巩固一下。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感情基础还不算太扎根，我觉得。怎么弄？挺可爱的一对年轻人。两位今天可能对于即将有可能发生的异地恋有不同的看法，对于梦想和爱情也有各自不同的主张。
但实际上，所谓梦想和爱情是不冲突的，包括所谓异地，我们如何去面对、沟通都可以解决的。但你们成为问题，其实应该是时候静下心来想想你们的感情是否有一些隔阂和障碍。女孩特别自信说，我很放心他呀，他一定不会怎么样，他很体贴，他很爱我的，一定不会变。男孩说，我担心啊，他丢三落四的，他大大咧咧的，他还会喝多久？所以你们的情感状态其实不对等啊，就是男孩子并没有完全信任这个女孩。这份不完全的信任当然和你的性格有关，那也和女孩子呈现出来的状态有关系。其实你们之间就对彼此信任的程度是有不同的。与其说我们是用梦想来考验彼此的爱情，实际上不如我们去想想我们两个人性格当中哪些地方还需要磨合，才能让彼此建立共同的信任。再说到梦想啊，其实我觉得女孩刚才有一个观点我需要纠正一下。你说我的梦想是可以赚很多钱啊，然后买自己想的东西啊，不需要别人给我呀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女孩追求自由独立的一个主张，但它不是一个梦想。其实梦想真正的是可以带给别人共鸣的，就是梦想是需要有别人参与的，而不是说我有一个小的梦想，这个梦想和别人无关。不是的，梦想当中一定是有人参与，才会让我们体会到实现梦想的幸福。当你去努力的过程中，有人和你共鸣去分享。当我们有一天小梦想实现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人去分享，没有人和你共鸣的话，那真的不叫梦想。所以姑娘一定要记住，我们能有一个人很贴心的去理解我们每天在做什么，很贴心的在关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次变化，那这其实就是我们通向梦想当中每一天最大的力量。如果失去了这份力量，其实我们就算常立志也很难实现。所以不要把梦想和爱情放成两件事，我们的梦想也是靠点点滴滴去努力实现的，而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让爱人离开了左右，失去了他的陪伴和共鸣。我相信即便你的小梦想有一天实现，你会发现其实那不是快乐和幸福。所以眼下你们两个的状况，回到小情侣的状况来讲，你们真的要做好规划。如果女孩特别希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未尝不可，但是我们要规划一下，你要走多久？你是准备2年以后让她一起来到你奋斗的城市，还是说我出去闯2年我就回来和你结婚？你们要有个共同的规划，否则盲目的去追求所谓的梦想，真的有可能带来的是未来感情的迷失。要三思，要慎重，好吗？谢谢。说到爱情和梦想这2个词，其实体现的就是每一个人的价值观，对于未来生活的追求和态度。我要的是什么？爱情和梦想其实不冲突，但其实也冲突。如果2个彼此不懂的人在一起，那可能要的都不一样。但如果2个彼此懂的人在一起，可能就会理解爱情和梦想是不冲突的。所以就看你们是不是适合彼此的那个人。不是说要梦想就不要爱情，也不是说要了梦想就证明我不爱你，并不是。只是可能我要的生活，我要的未来和你想要过的生活，你想要的未来不一样。但这并不影响我爱你，可是影响我懂你，我理解你，我了解你。如果想要长此以往2个人牵手往下走的2个人，是必须要在爱的基础上既懂、理解、包容和忍让。如果只做到了爱，后面的做不到，那你们2个人就算再相爱也没有用。但如果有爱，又懂彼此，又理解，那就是婚姻的殿堂大门已经向你们敞开了。谢谢。你会发现2个相爱的人，如果2个人都有梦想，到最后往往只能实现一个，就是爱得多的那个人牺牲了自己的梦想，而把对方的梦想当成了自己的梦想，而爱得稍微少一点的那个人，因为有这种疼爱，有这种关爱，所以他有资本去选择自己的梦想。多半都是这样的结果，不可能2个人的梦想都实现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你那不叫梦想，你只是想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些。追求更好的生活没有问题，
但是由此也显示出了你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就是他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。如果说这份爱足够弥补你对外界的想象，你就会留下来。但是你关不住自己的心，你想出去看看，想出去看看没有错，但是你可以非常直白说出来，我不想要现在这样的生活。这样的话虽然残忍，但是说比不说好啊，比蒙在鼓里好啊，比说我还爱着你，我愿意跟你在一起，但是我还是想出去看一看要好啊。不妨说直白一点，我就是不想要现在这样的生活，我还想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。如果你愿意等我，那么如果我在外面不顺，我愿意回来。如果你不愿意等，你也可以寻找自己的幸福，不妨直白的去说。所以对于男生来说，你很显然知道他要的跟你要的是不一样的。你愿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一些想法，去支持他的所谓的梦想，去追随他？等到他看了看之后，奋斗了一番之后，再疲惫的回到你的怀抱里，那个时候你还在等着他。如果你愿意这样选择，你可能要承受很多，但如果你不愿意，也没有谁会说你薄情。想要靠一份情感捆住一个人是捆不住的，当这个人迫不及待的想要飞出去的时候，所以你要做的，要么就是祝他飞得越远越高，要么就是在家里担心他飞得累不累，仅此而已。好吧，说清楚你们自己内心的话，然后再做出自己最理性的选择，都没有错，对不对？好，来之前肯定没想到问题这么严重哈，从来没想过是吧？没有。我觉得吧，听完老师们说之后，我觉得其实听完还是有很深思的，就是有一针见血那种感觉吧。梅生，我觉得吧，各位老师讲的都说到我心里面的感觉。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暂时是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，但是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，为我们以后做准备吧。所以好简单哦，接受现实嘛，留不住就让他去闯，是吧？好了，下面你们把礼物送给他们吧，更多的思考留给他们自己去考虑吧。来，严老师送一下，本环节礼品是由伊贝诗提供的水嫩，送给你，好好考虑，希望你爱情梦想双丰收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啊。谢谢。谢谢。